如果朱元璋从棺材里坐起来，他第一个抽的可能是朱棣，第二个绝对是朱允文。在朱允文被册封为皇太孙的那年，朱元璋发起了蓝玉案，诛杀15000人。至此，有开国之功的明初一代将领被杀戮殆尽。朱元璋殚精竭虑，只为朱允文坐稳皇位铺平道路。然而，朱允文担心的从来不是功臣。有一次，太祖皇帝向朱允文自夸分封藩王的成就，朱允文是这样说的：“路不敬，诸王欲之；诸王不敬，孰欲之？”朱元璋没有说话，问朱允文会如何应对。他回答道：“以德怀之，以礼治之，不可则削其人，又不可则废之，又甚者则举兵伐之。”朱元璋表示赞许。都说听其言观其行，朱允文是这样说，却不是这样做的。或许朱允文是真心的，但他强烈的焦虑不允许他慢悠悠的以德怀之，以礼治之。中国传统文化十分重视伦理关系，长幼尊卑的秩序有极其重要的意义。朱标能让这些弟弟们心悦诚服，除了他本身的能力外，长兄的身份让他天然成为诸位兄弟中的上位者，而朱允文却不是这样，他是诸位藩王未来的君主，处于尊卑关系的上位，但他同时也是诸位藩王的侄子，是所有藩王的晚辈。从这个角度讲，朱允文又处于长幼关系的下位。对于自幼受儒家教育长大的皇太孙而言，这实在是一个难解的困局。诸位藩王在面对这位侄子的时候，恐怕也不自觉流露了身为长辈的傲慢，这进一步加重了朱允文的不安。朱允文被册立为皇太孙后，首先向当时的东宫伴读黄子成咨询削藩一事。黄子成以汉朝七国之乱为佐证，很乐观地认为，如果藩王叛乱，只要出动朝廷大军，不难平定。他们的乐观不无道理，毕竟在朱棣之前，藩王叛乱能最终取得皇位的没有一人。另一个为朱允文的削藩出谋划策的人是齐泰，他与黄子成是同年进士，朱元璋临终前将他任命为兵部尚书，但齐泰只是个毫无军事素养的文人，他和黄子成一样，都没有掌握大局的能力。有两个从书斋里走出的左提家来主导这场重要至极的削藩，足以预见建文政权的悲剧。削藩当然势在必行，关键在于如何削藩，从哪个藩王开始削起。首要目标当然是藩王中实力最强的燕王朱棣，但是关于削藩的顺序，在建文集团内出现了分歧。齐泰建议直接对燕王下手，黄子成则认为首先要从周边实力较弱的藩王着手，先断其羽翼，最后再灭燕王。黄子成这样考虑是顾忌燕王的军事实力，同时他觉得直接针对燕王，师出无名，杀人前还要占个道义上的名声，这是书生特有的幼稚病。成熟的政治家会告诉你，先把人杀了，再慢慢找借口洗白也不迟。最终，建文帝采纳了黄子成的意见，建文政权在这个决定上铸成了大错，为燕王起兵反叛提供了充分的准备时间。洪武31年7月，建文帝即位仅2个月后，顿然实行了第一次削藩。首先被削藩的是周王朱肃，周王是朱元璋第5子，素来行为不法，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是燕王异母同胞的兄弟。削除周王封地，正是按照黄子成的建议，斩断燕王手足。以此为开端，建文政权连续展开削藩。同年11月，齐王被削藩；第2年正月是代王，4月是襄王，6月是明王。在不到1年的时间内，总共有5个藩王被剥夺王位，其中最悲惨的当属襄王，他不屑于被官差抓捕，关闭王府大门，放火自焚而死。日本学者穿越泰伯认为，削藩是按照极为周密的计划进行的。首先，藩王府内有人告密，检举藩王谋反，然后里应外合，一举拿下王府，软禁藩王。告发和拘留、软禁变成了削藩的固定模式和特色。而且，据官方公告，抓捕周王时的告发者是周王年仅10岁的儿子，10岁的孩子告发自己的父亲，这种事很难让人相信。此外，被抓捕的藩王还会招供出同楼的藩王，然后再顺藤摸瓜，逐渐扩大规模。前述的几位藩王都是这样被削藩的。很明显，藩王谋反是捏造出来的，这种不问真假的蛮横做法，与朱元璋制造的一遇事件没有任何差别。南京政权在剪除燕王周边羽翼的同时，也在周密进行针对燕王的计划。洪武31年11月，建文帝派近臣掌管北平地区的军事及民政事务，监视燕王的动向。负责此事的是北平布政使张炳和都指挥使谢贵，二人赴任后，将燕王的动向逐一汇报给南京，一直持续到燕王起兵叛乱。朱允文还以强化边防为名，
命宋忠率领3万大军驻扎在北平以北的开平，且从朱棣麾下的军队中抽调精兵编入宋忠麾下，从根本上削弱燕王的力量。不仅如此，建文帝还调兵驻守临清和山海关，与开平的宋忠遥相呼应，对朱棣的北平形成三角包围之势。朱棣当然不会坐以待毙，他首先称病闭门不出，断绝外部的监视。他的王府就是元朝遗留下的皇宫，占地极其开阔，周围有城墙堡垒，是秘密练兵的好地方。为了掩人耳目，王府后院养了很多鸡鸭，虽然不雅，但它们的噪声足以掩盖军队操练和打造兵器的声音。建文元年正月，为祝贺新年，燕王派心腹葛城进京，表面上是为了庆祝新年，实际上是让他伺机探听南京政权的情况。出乎意料的是，葛城在建文帝诏问之时，竟然背叛了燕王，将北平的情况和盘托出，并且约定朱允炆对燕王削藩时愿做内应。葛城大概是对陷入绝境的燕王失去信心了，为谋求自保而投靠南京。葛城返回北平时心神不定，燕王立即判断他已经叛变，但为避免打草惊蛇，佯装不知。面对朱允炆的重重监控，燕王决定派3个儿子进京，以此迷惑建文帝，为自己争取时间。但这一决定很可能使3个儿子被当作人质扣留，可以说这是他孤注一掷的豪赌。朱允炆确实有扣留他们的打算，然而黄子成害怕因此会刺激燕王立即起兵反叛而反对。最后朱允炆决定放还燕王的3个儿子返回北平，这是他的又一次大失误。朱棣则非常高兴地欢迎3个儿子归来。尽管燕王费尽心思努力应对，但形势并没有好转，反而更加严峻。所有与燕王派系有关的官员、护卫军遭降职、流放或处死，建文帝随时可能送来削藩的诏书。就在此时，看似大势已去的燕王演出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次骗局——装疯。某日，燕王突然以疯子的形象出现在众人面前，他时而在北平的大街上奔跑喊叫，时而冲进民居抢东西吃，做出各种怪异行为，有时甚至在大街上昏倒，整天都不起来。燕王发疯的消息迅速扩散，北平内外尽人皆知。消息传到南京，朝廷信以为真，但是建文帝很快识破了燕王逼真的演技，原来是葛城暗中向他告密。南京方面随即密令布政使张鼎、都指挥使谢贵开始实施抓捕燕王的计划。然而朱允炆却选择由张信传递这道密令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朱允炆好像总能在选择题中选出那个错的最离谱的选项。一直以来张信都非常崇拜燕王，妥妥的狂热粉丝一枚。他当即向燕王坦白了建文帝的密令。事已至此，燕王立即召来军师道演连同一众亲信，着手起兵事宜。随后靖难之役的故事，我们在之前的视频里大致都讲过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朱棣起兵靖难后，建文帝对局势非常乐观，认为燕王不足为虑，还在与黄子成、方孝孺等人商议新政改革一事，想要否定朱元璋先前的路线，推行仁政。应该说，朱允炆是有心做个兢兢业业治国的好皇帝的，但他对现实的判断就像他准备推行的人质一样，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天真的理想化的念头。另一件能印证这种天真的事是，李景龙战败不久，建文元年11月9日，燕王携大胜之威向天下发布檄文，同时再次上书建文帝，与上次上书一样，言明自己是不得已起兵，并强烈要求建文帝处罚奸臣齐泰、黄子成。可以说，这严重超越了南京方面容忍的底线。然而建文帝却采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行动，他突然罢免了齐泰、黄子成，满足了燕王的要求。或许他认为罢免了齐泰、黄子成，燕王至少也会停止进攻吧。事已至此，建文帝依然没有意识到燕王的真实意图并非清君之策，而是篡夺皇位。代替齐泰、黄子成的是新任兵部尚书如常，他后来倒向朱棣，摇身一变成了靖难的功臣。朱允炆抛弃2个对他忠心耿耿的臣子，反而任命这种人，足见他当时有多么慌不择路。